大家好，我是大熊，欢迎来到熊与海奥华。前几章我们讲到，灵魂死后会前往灵魂世界的大门，并受到向导、亲友或灵魂伴侣的迎接。也讲到少数孤魂可能会暂时偏离正常的回归路线。从第5章开始，牛顿将带我们看到，当灵魂真正回到灵界后，等待它的究竟是什么。灵魂回到灵魂世界后，通常会在向导的陪伴下回顾和评估刚刚结束的人生。如果一个灵魂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，为自己和他人带来了成长与帮助，他回归时往往会感到轻松和喜悦。反之，如果他虚度了一生或没有完成原本的学习课题，就可能会感到沮丧，并需要在未来的人生中继续获得成长。不过，在正式接受向导的评估和指导之前，灵魂通常会先被带到一个疗愈空间，就像刚从人间这场战斗中回来一样，灵魂需要先恢复、调整并修复在人生经历中受到的损耗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过程，牛顿选择了一位男性患者的案例，因为他的灵魂已经多次经历过这种恢复。案例11：为灵魂沐浴，康复淋浴。牛顿博士问道：离开迎接你的朋友后，你去了哪里？患者回答：我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引导着进入一个更封闭的空间，那是通往一个纯能量空间的入口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疗愈之地。我被带入其中，看见一道明亮温暖的光束向我伸来，它轻轻触碰我的灵魂，然后被我吸收。我被这股能量沐浴和净化，疗愈了我受到的伤害。因为刚刚那一世以及我所使用的身体都让我感到非常疲惫。牛顿又问：也就是说，肉体和人类心智的损耗在死后仍然会给灵魂留下印记？患者答：是的，每一个身体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种印记，至少会停留一段时间。经过这个疗愈过程后，我能清除上一世留下的大部分负面影响。牛顿问：那么你现在要做什么？患者答：当我恢复之后，我会离开这里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和我的向导交谈。牛顿写道：疗愈完成后，灵魂会进入一个适应阶段，与向导一起回顾刚刚结束的人生。这个过程既像一次人生复盘，也像一次情绪释放和重新适应灵界的辅导。向导通常温和而深入，了解灵魂的优点、弱点和恐惧，并会根据灵魂的状态给予帮助。下面这个案例简短展示了一个适应阶段的场景，也让我们看到更高力量希望为归来的灵魂带来安慰。案例12：渴望回归的灵魂。患者说道：我来到这个地方后，看见了自己童年时最快乐的卧室。我的祖母坐在床边等着我，身边围着我最喜欢的毛绒玩具，她的脸上依然充满了爱。但过了一会儿，我发现这位祖母其实是我的向导阿姆菲斯。我们一起谈论我刚刚结束的这一生，包括那些悲伤、快乐、错误，以及我原本可以去做却没有完成的事。他对我非常慈爱，我们在回忆中一起笑，也一起哭。最后，我知道自己需要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休息。我不在乎自己是否还会再回到地球，因为我真正的家在这里。牛顿补充道：较高级的灵魂刚回到灵界时，通常不需要这样的适应引导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跳过人生复盘。每个灵魂都要回顾自己刚刚结束的一生，看看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并完成了这一世的角色和功课。接下来案例13的患者赫斯特是一位32岁的女性，她事业成功，却觉得生活过于物质化，内心没有满足感。同时，她还认为自己缺乏女性特质，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男性化攻击性。催眠中，牛顿发现他最近连续经历过多次男性人生，其中最关键的一世是19世纪80年代，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检察官名叫罗斯·菲尔顿。罗斯在33岁时，因为对自己作为检察官的人生走向感到绝望，最终在旅馆中开枪自杀。而赫斯特这一世，右侧耳朵上方长期疼痛的位置，也刚好对应那一世的枪伤部位。这个案例要展示的就是灵魂在回到灵界后的适应阶段中，如何面对上一世残留的强烈情绪，并在向导的帮助下重新理解自己的经历，以及未来该如何行动。案例13：检视前生。牛顿博士问道：你离开疗愈之地后，接下来要去哪里？患者回答：去见我的导师，他叫克洛迪斯。牛顿又问：为什么要见克洛迪斯？患者回答：我得去面对自己，给自己这一世做个交代。每一世结束后，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复盘，但这一次我麻烦大了，因为我自杀了。牛顿问：当一个人在地球上自杀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作为灵魂会受到某种惩罚？患者：不，这里没有惩罚这种东西。
惩罚是一种地球上的观念。克洛迪斯会失望，因为我太早放弃了，没有勇气面对那些困难。这样一来，我以后还得重新回来，在另一世继续面对同样的课题。我这么早就退出了，白白浪费了大量时间。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难过。最后，患者进入一个像俄克拉荷马州酒吧的空间，那是他上一世感到轻松快乐的地方，也是灵界特意为他布置的环境。为了让他安心面对接下来的谈话，他看到了克洛迪斯，但他知道接下来的谈话不会像在酒吧聚会那样轻松。患者说道：“我搞砸了，我必须见他，解释为什么事情没有成功。我曾经和克洛迪斯约好，要学会设定目标并坚持完成。他对我作为罗斯那一世是有期待的。该死，现在我必须带着这件事去面对他了。”牛顿问道：“你觉得自己没有履行和导师的约定，没完成罗斯那一世该学的功课？”患者：“是的，我做得很糟。在这里，你什么都藏不住。每个人都太了解你了。我没有任何事能瞒得过克洛迪斯。”我飘进酒吧，在靠近前方的一张圆桌旁坐到了克洛迪斯对面。这里需要补充的是，当牛顿问患者自杀之后是否会受到惩罚时，患者回答说：“不，惩罚只是地球上的概念。”这并不是说自杀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患者的意思是，惩罚这个词带有太强的审判色彩，灵魂不会因为自杀就被简单判定为有罪。因为牛顿在后面的章节以及《灵魂之旅2》中还提到了更多有关自杀者的案例。按照他的说法，不同动机、不同处境下的自杀，灵魂回到灵界后要面对的结果也并不完全一样。尤其是身体健康却因为逃避人生困难而提前结束生命的情况，通常会被视为一种非常遗憾也非常不成熟的选择。灵魂不会受到地狱式的惩罚，但他仍然需要面对自己提前退出人生、没有完成课题所带来的后果。为了帮助赫斯特看清罗斯那一世的问题，牛顿在接下来的催眠中尝试引入他的向导克洛迪斯，就是让患者暂时站在克洛迪斯的角度，把这位向导想说的话讲出来。但牛顿也提醒，这种方式不能随便使用，因为如果介入不当，向导就会保持沉默。牛顿博士引导患者：“接下来我会让你进入一种特别的状态，数到3之后，你将有能力同时承担克洛迪斯和你自己的双重角色。这个能力会让你既能告诉我你自己的想法，也能告诉我你向导的想法。1、2、3。”患者以向导克洛迪斯的口吻说道：“你知道，你本可以做得更好。”患者切换回自己：“我努力过，但我还是没做到。”向导问：“如果可以改变你人生中的任何事，你会改变什么？”患者：“不要被权力和金钱腐化。”向导又问：“是什么让你偏离了最初的承诺？”患者回答：“我想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，想站在别人之上，凭自己的本事让别人佩服我。我总想征服别人，如果我不掌控这些人，他们就会掌控我。”向导：“这种想法站不住脚，也配不上你。你后来变成的那个人，并不是你一开始的样子。我们当初还谨慎地为你挑选了父母。罗斯出生在一个收入普通的农民家庭，父母诚实忍耐，为了让他学习法律，牺牲了很多。”患者：“是的，我知道，他们把我培养成一个有理想的人，希望我帮助弱者。我一开始也这么想，但后来发现这条路对我行不通。我刚当律师时，负债累累，既没有影响力，也没人把我当回事。我再也不想受穷，也不想为那些付不起钱的人辩护了。我喜欢和有地位的人在一起，所以我成为了检察官，进入权力体系。有些人被我罚到根本付不起钱，有些人只是无心犯错，却被我送进监狱，还有些人被我送上了绞刑架。”患者的声音开始哽咽：“我成了一个披着法律外衣的杀人者，他们中真正的坏人很少，大多数只是像我父母一样的普通人，在那个制度下为了生存而挣扎。是那个原始落后的社会把我变成了杀人犯。”向导：“所以你就杀了你自己？”患者：“我偏离了正轨，我不愿回去再当个小人物，也没法再这样继续下去。”向导：“你太容易和那些追求私利和名声的人混在一起，这不是原本的你。”患者有些愤怒地问：“那我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多帮帮我？”向导平静地回应：“如果我在每一个转折点都把你扶起来，那真的对你有帮助吗？你还希望我怎么帮你？我曾把节制、克制、责任、最初目标，还有你父母的爱，都放进你的脑海里，可你没有理会这些想法，还是固执的不愿改变。”患者：“我知道，
我错过了你给我的提醒，也浪费了机会。接着，牛顿结束了这个适应阶段的场景，把赫斯特带到他今生出生前的灵性阶段。他说自己这一世选择成为女性，是想用新的身份继续帮助弱小，弥补上一世作为罗斯时没能完成的使命。但他后来发现，虽然身体换了，内在的模式却没有真正改变。他依然强势，喜欢掌控，也仍然容易被金钱、地位和权力吸引，最终再次偏离了原本的方向。此时，牛顿抛出了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的疑问：如果患者一出生就记得自己的前世，而不是靠催眠才知晓，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今生的功课？接下来是牛顿与患者之间的对话。牛顿问道：为什么你这一世不记得自己曾经是罗斯？患者回答：当我们选择一个身体并做出下意识的计划时，我们会和自己的导师们达成一个协议，那就是答应不去记得其他前世。牛顿问：为什么？患者答：从一张白纸开始学习，比提前知道过去行为会带来什么结果更好。如果人们记得前世的一切，就容易过于关注过去，而不是尝试用新的方法去解决同样的问题。新的人生必须认真对待，没有前世记忆，人们就不会总想着复仇，试图为前世的伤害讨回公道。其实这并不是完全遗忘，我们会从梦里得到一些闪现，在危急时刻或真正必要的时候，人们内在也会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。有时灵界中的朋友也会提供一些帮助。克洛迪斯允许我来找你看清前世，是因为这对我有益。如果他不同意，就说明现在还不是让我知道某些事的时候。通过这次催眠，赫斯特开始理解，他今生真正需要面对的是如何放下延续至今的攻击性和控制欲，重新把人生方向转向帮助他人。同时，他长期以来的头痛也在这次催眠中得到了缓解。牛顿写道：当一个灵魂度过了富有成效、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益的一生时，他往往会带着热情回到灵界。但如果像案例13这样，认为自己浪费了上一世，甚至因为自杀而提前结束人生，灵魂回归时通常会感到相当沮丧。与向导进行的适应阶段会谈会开启灵魂漫长的自我评估过程，此后灵魂还会参加更正式的会谈，并面对层级更高的灵性存在。这并不是地球宗教中那种法庭式审判，灵魂的行为、动机和选择会被认真检视，也可能受到质疑与批评，但目的不是让他受苦，而是帮助他理解自己，承担责任，并继续成长。灵界虽然充满宽恕，但这并不代表伤害他人的行为会被一笔勾销。正如第4章所讲，灵魂无法只靠后悔免除责任，业力上的偿还仍会在未来的某一世到来。当适应与指导告一段落，灵魂的回归旅程仍在继续。下一章，牛顿将为我们展现一幅更加宏大的画面，灵魂会进入一个巨大的宇宙中转站，在那里与大量灵魂汇聚，并在有序的引导下前往各自真正的归处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